88式是三菱重工为日本陆上自卫队研制的陆基反舰导弹，1988年开始服役，具有超视距反舰交战能力。它采用涡轮喷气主发动机搭配固体助推器混合驱动，总重660公斤，战斗部重230公斤，有效射程达到150公里。目前陆上自卫队有6个反舰导弹车联队分布在全国各处，基本配置编队包括安装有6连装发射架的发射车和雷达火控指挥支援车。RBS-15最初由瑞典萨博伯夫斯动力研发，德国迪尔公司中途加入，全系列覆盖舰舰、空舰、岸舰、潜舰多种型号，整体采用压式布局和涡喷发动机，中段程序、惯性、高度表制导、末段主动雷达制导，并且带有可抛式外挂推进器，起飞时由2个固体火箭助推器提供动力，达到巡航高度时将助推器抛掉，接近目标时采用低空掠海飞行以躲避敌方雷达探测，也可以通过预编和地形匹配技术，在避开岛屿等障碍的同时，利用岛屿和海岸的地形作为隐蔽条件，避免被发现。AGM-84鱼叉由美国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研制，1977年服役，包括衍生型在内，是美国海空军现役最主要的反舰武器，同时还外销至超过30个国家，总数超过6000枚，也是西方最普遍的反舰导弹。它的导弹发射指挥控制系统可以输入并控制导弹发射的航线，同时射击数量、巡标器运作模式等。导弹发射启动引擎后，会降低飞行高度至60米左右进行巡航飞行，并依照设定的攻击模式适时启动巡标器。巡标器捕捉目标后会急速爬升到1800米，以30度俯冲角朝目标穿入。KH-35是苏联新兴机械制造设计局研制的亚音速掠海反舰导弹，它采用与 AGM-84相同的气动外形布局，惯性中制导和主动雷达末制导系统位于头部制导舱内，4片切烧三角形折叠式大弹翼位于弹体中部，4片切烧三角形折叠式小控制舵面位于弹体后部。尾部的固体火箭助推器在固定翼飞机上使用时，可以根据作战需要拆卸下来。涡轮喷气主发动机的进气道位于弹体中部下方，直通弹体尾部。T-270是苏联彩虹设计局研制的超音速冲压发动机反舰导弹。为了解决飞行热胀问题，它的弹体外壳、尾舵面、翼面和进气道都采用钛合金薄板和钛合金冷锻件制造，同时也极大加强了导弹的整体强度，可以承受10个 G 的加速度。导弹发射后，先以2.5马赫的速度紧贴海面进行超低空突防。当主动雷达捕捉到目标，导弹就会在海面上进行蛇形机动，避开敌人近防炮和防空导弹攻击。最后以3马赫的速度携带150公斤高炮弹钻进舰艇内部爆炸。K300P 是俄罗斯切洛梅设计局研制的岸基反舰系统，主要应对黑海和波罗的海经常出现的北约军舰，被认为是全球最先进的岸基反舰导弹系统之一。它的作战位置到沿海地区的距离可以达到200公里，发射车燃料储备可以超过1000公里行驶距离，整套系统可以用于防卫长度超过600公里的海岸线，而部署展开时间只需要5分钟。在完全展开之后，每个发射小组可以部署8枚处于待发射状态的导弹。一旦部署完成，整套系统可以在3至5天内维持备战状态。
鹰击18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3研究院研制的超音速飞行式反舰导弹，它采用与俄罗斯 3M54 相同的亚音速与超音速结合的双素质飞行突防方式，在巡航阶段采用亚音速飞行模式提高射程，末段攻击转换为3马赫超音速突防，减少目标的反应时间。这种设计兼顾了亚音速导弹射程与超音速导弹突防速度这2方面的优势，使得导弹在保证末端高速攻击的同时，最大射程可以达到600公里。2019年10月1日，鹰击18在70周年阅兵仪式首次公开亮相。AGM-158是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为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开发的低可侦测性反舰导弹，它是世界上首款能够独立进行威胁分级并选择目标的智能反舰导弹。导弹内部搭载的被动侦搜硬件搭配高效能的人工智能，可以辨识出目标舰艇，并自动回避主动防御系统的反舰导弹。发射后会在中等空层飞向目标，直到进入攻击模式时才降低高度进行掠海飞行。也由于没有主动雷达寻标器，理论上不必发射任何电磁波信号即可锁定目标，大幅缩减电子侦搜系统的预警范围。东风21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款采用固体燃料推进并且可以机动发射的导弹。2015年9月3日，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上，东风 21D 首次公开，并明确表示它是东风21的反舰型号，也是世界上首款反舰弹道导弹。2020年8月26日，有南华早报报道称，当日发射了4枚中程弹道导弹，击中位于海南岛和西沙群岛之间的南海海域，分别是从青海发射的东风26中远程弹道导弹，以及从浙江发射的东风 21D 中程弹道导弹。东风26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研制的核常兼备远程弹道导弹，拥有对陆上重要目标或海上大中型舰船实施远程打击的能力，也是继东风 21D 世界现役第2款大型中远程反舰弹道导弹。因为它的射程可以覆盖关岛和关岛美军基地，所以被网友冠以关岛快递或关岛杀手的称号。2018年4月26日，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公布东风26通过作战检验，已经正式列装火箭军的消息。